子把身患重病的我亲手丢到了乱葬岗。妈，你也别怪我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反正也活不了几年，这病看不看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啊，妈。再说得癌症也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吃那么多的糠腌菜？那还不是为了省钱，给你们买房还房贷。我最后悔的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，最后被你扔在这荒郊野外。妈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房子还有几10万的贷款，要是让人知道你死了，我还怎么拿你的养老金呀？是啊，亲家母，反正你要死了，就当给孩子做点贡献。放心，等你走后，我们会好好把你给埋了，不会让野狗把你给吃了的。谢谢妈，你对我妈真好。你们，反正你要死，谁让你吃那么多的糠腌菜？拆迁收款单，我重生了。真的很需要这笔拆迁款去换套学区房。只要你小两口过得好，妈做什么都愿意。我全心全意付出30年，竟然养出了一个白眼狼。这一世，我要为自己活。哎，我说阿胜，这1年又过去了，你家拆迁款单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是啊，买完房还要过户排学区，再拖下去啊，安安上学可就来不及了。你赶紧再问一下你妈。哎，好，我这就问啊。什么？这拆迁款到了？大外甥，你妈拆迁赔了300万，还有一套安置房呢，你们家富裕了。你妈拆迁款到了都不告诉你，她不会是故意不想给你吧？怎么可能呀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家以前穷的时候就剩1碗面，我妈都能把面给我，她自己喝汤，估计就是忘了。来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好好给她问问。我说秀芳，你都这么多年没开嗓，怎么唱的还这么好啊？今天南街口有黄梅戏，咱们一会儿去听听。好啊，好啊。上一世，我一辈子都在围着儿子转，陪他长大、等我毕业挣钱，结婚我就带去城里享福，好好孝着你一辈子，妈。而我自己，连这唯一的爱好都没了。今后的人生，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以后啊，我每周都去。太好了！听说拆迁款下来了，钱到账了吧？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张口就问钱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？我家被拆迁了，拆迁款我问一下都不行吗？你家？这地皮是我申请的，家里的一砖一瓦是我盖的。这些年你在家的天数超过1只手了吗？你还说是你家，你有什么资格说？妈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您这么斤斤计较呀？啊，我岳母她从来都不会跟我算这些，您就不能学学她，别这么自私吗？我斤斤计较，我自私。你结婚，我把这一辈子攒的积蓄都给你拿去买房买车。你需要我带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没日没夜的帮你带，每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甚至有一次差点得了胃癌，我都没跟你说，怕影响你工作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您但凡有我岳母1半大度，我都不会说您。
好，你岳母那么好的话，那你找他去啊！妈，他挂我电话。你妈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她要是不给钱，咱们的学区房可就泡汤了呀！什么？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妈对我比对她自己的命都重要，怎么可能真生我气？只要我去她家好好哄哄她，她保证乖乖的把所有钱全都还给我。哎，那我们赶紧去找她，可别让她把咱们的钱花了。快换衣服，再赶紧走。秀芳，这些年你为你儿子付出的够多了，该学会爱自己了。等咱们年纪大了，咱们就搭伙过日子，再也不受那些白眼狼的气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不管他了，走，咱们听戏去。好，走。我觉得那首歌特别好听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咱俩再唱一次。好啊。妈，哎呀，妈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这以前叫你们来是推三阻四的，又说堵车吧，又嫌远吧，比登天还难。怎么，今天倒是来得挺快啊？妈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平时确实是没空过来看您，您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？您就不能学个您，要不就不生气。郭明胜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啊？这些年你真正关心过你妈妈吗？一听到拆迁款，你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？我骂你畜生，都是抬举你的。常姨，您真是误会我了。今天我是专程来看我妈来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，那拆迁款她不给我，还能给谁呀？难不成她带进棺材里去？是不是？你张姨说的没错，这拆迁款啊，我就算是带在棺材里，都不会给你留1分钱。妈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您耍小心贼得有个限度不是？张姨还在旁边看着呢，你存心让我难堪是不是？人就不能学学我岳母，你体面点。哦，你岳母好，你怎么不找你岳母啊？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您，我应该多关心关心您的。哎，妈，要不我带您去买身新衣服吧？您看您身上这身衣服都是我小时候买的了。是啊，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，我居然几10年都没买过新衣服了。是啊，妈，阿胜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是啊，亲家母，回去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阿胜。啊，来，替爸爸求求奶奶。奶奶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，所以才不肯跟我们一起啊？安那么乖，奶奶心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妈，您跟安安也好久没见了，咱快是一起上车聚聚啊！聚啊！走了，走了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想玩什么把戏。张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儿子啊带我买新衣服去。是啊，张姨，我妈也是交给我了啊，你先回去吧啊！走了，妈。你妈要是不愿意掏钱，你给她买衣服也没用啊。我妈就是闹闹脾气，她还能真不给我钱呀？等把她骗到了房产中心，说几句好话，她什么都会买给我的。商场明明是直走，车却故意往北街绕路。哼，你们喜欢演戏是吧？好，我陪你们演。妈，我有个朋友就在前面房产中心上班，咱一会儿路过去跟他打招呼，您看行吗？好啊。妈，你看这个小区的配套多好呀！哎，看门口的大马路，未来肯定有地铁、有学校，哎，有个上学可。总，你这，你这上次说要找我签单，你谁又不来了，害我被领导骂一顿。你这次不能忽悠我了啊！不会，今天一定是。妈，来都来了，要不咱去看看那学区房呗？正好安安马上要上小学了，那就看看吧。哎，妈，这样。妈，我买房子呢，除了要考虑安安的上学，我也得让您住的舒服呀，是不是？您看这套3居室，我跟瑶瑶住在主卧，岳母呢住在大次卧，那个安安住小次卧。妈，您觉得
怎么样？嘴上说着让我住着舒服，结果我连房间都没有。我住哪？妈，要不咱看看这套？哎，这间更大，采光更好啊！这个好，精装修，还有按摩浴缸呢。衣帽间有20平，我的那些爱牛市、香奶奶全都给你放进去了。哎呀，哟，这还有个玩具房呢！安入了学，买了新房，晚上给安买一箱新玩具。房子再大，它也是3居室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住哪？放心吧，妈，哪能把您给忘了呀？啊，您看这儿，这不是有个保姆房吗？2个平米够您住了。2平方的保姆房还没有那棺材大呢，你怎么不让你岳母住呢？你跟他能比吗？岳母什么条件呀？人家住惯了大房子，哪受了这种苦呀？哦，所以我活该住着棺材房，我活该吃苦当着下人是吗？妈，我岳母身体不好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，别又争又抢了，行吗？我又争又抢。妈，瑶瑶妈想本来跟咱们一块儿住，身体不太好，你看能不能把你那房间让给她？那我跟安安住哪儿啊？啊，您就住客厅嘛，这样安安半夜哭闹起来，你也方便照顾，不是？啊，行。哎呦，谢谢妈！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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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身体不好，那我身体不好，你问过吗？既然你没半点感恩之心，那我也不会给你们留情面了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买吧。谢谢妈！哎呀，王经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就这套。哎呀，郭总好眼光，那个是我们小区的楼王，只不过价格贵点啊，600万。600万啊！老公，600万而已，我们买了。别！那拆迁款一共就300万，就算把咱们现在住的房子卖了，也要400多万上来卖这个房子去。这不还能贷款吗？贷款？不是，咱们买菜做饭、给车加油，还有给咱孩子补习，就这，每个月还得从我妈那儿拿2000块钱补贴家用呢，上哪还到哪去啊？你妈养老金每个月不是还剩3000块吗？你让她拿出2500，给咱还房贷呗。 500块的生活费了，是不是太少了点啊？他就一个乡下人，吃惯了苦，肯定没问题。你说的对，我妈这苦日子过惯了，成天窝头咸菜的，没什么接受不了的。咱们这是在帮她。好一个吃惯了窝头咸菜呀！这20多年，为了攒钱给儿子买房娶媳妇儿，我省吃俭用，恨不得1分钱掰成2半花。可没想到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天生的贱骨头。600万，我们买了！哎呦，顾总好整，小陈，合同。一个个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连骨头渣都想扒干净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收场。哎，顾总，容我再提醒你一句，这一次可不像上次那个口头合同，这一次你签了又不想买的话，得赔付是10%的违约金，60万。看他们夫妻这样子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有钱人，指不定是在这装呢。60万的违约金，他俩估计得不吃不喝，工作好几年才赔得起。我在这放什么狗屁？知道东山村吗？我们可是那儿的拆迁户。喏。真是拆2代呀！这还能有假？拆迁款整整300万！你们这些凡人，一辈子工，你这都赚了这么多吗？没错，哎，再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，付你个首付，不绰绰有余？是，买了啊！哎，顾总，你可是我们中心本月最大一单啊！是吗？啊，这个小陈儿开香槟放礼炮，祝顾总顺风顺水转财神，丰年丰月如风春，生子分祖子长寿，
跳梁小死，跳得越高，摔得就越惨。你们这些底层人看到了没？啊，这就是权势，这就是身份跟地位。我叫这顾总啊，这礼炮也放了，香槟也喝了，这该交钱了吧？哎呀，还是你有眼力见儿啊！妈，该付款了。笑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款呢，原来是装的呀！有钱的是他妈，旁边的那个漂亮阿姨，可惜生出这么个窝囊废。不是，什么叫装的呀？啊，我妈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她愿意给我花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你们？妈，别听他们狗叫，咱付钱吧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付钱了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付钱了？妈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开玩笑了吧。我没开玩笑啊，这钱你自己付。妈，咱们刚才看房子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现在合同都签了，你不付钱了？儿啊，你看啊，咱这合同啊也签了，这房子呢咱也看了，你就是问我怎么样，我看你刚才选的挺满意的，那就买呗。你们这儿又开香槟又跳舞的，我从头到尾可没有说过要付钱吧？阿姨干得漂亮，这种白眼狼儿子就该给他点教训，这脸打的疼不疼啊？就是自己想换房子自己掏钱买啊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想吸你妈妈的血呀，真是个窝囊废。顾先生，刚刚我说的很清楚啊，你签了字又不想要了，你得赔60万的违约金。别，妈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啊？你是不是嫌房间小？行，这样咱们把那个6平方的厨房给改成你的房间，我们以后在客厅做饭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妈，这可是60万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呀！是呀，妈，我们都已经答应把您接回来住了，你不能既要又要，得寸进尺吧？我既要又要，得寸进尺。呵呵，我告诉你，顾民生，这房子我不稀罕住，钱1分我都不会给。宋总，你可是全国最大房产公司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为什么还要来微服私访这些小门店呢？见一落叶而知秋，往往这样的小门店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。行了，你们都别跟着我了，免得引起注意。是。姓顾的，你要是拒不赔偿，我现在就报警了。别，王经理，我再劝劝我妈，再劝劝啊！妈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亲儿子坐牢吧？不就是300万的拆迁款吗？到时候还给你就是了。还我房子、车子、日常开销啊，还有这孩子的上学，哪一样不是我贴钱？你还得起？妈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还你点钱怎么了？你生下我来不就是要伺候我的吗？啊，你就该照顾我啊！是啊，亲家母，我们当妈的不就应该全力的托举孩子吗？这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你死债拆迁款到底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孩子生病的时候你在哪？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又在哪？满嘴就是为了孩子托举孩子，怎么？这需要用人的时候，你跑得比谁都快！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说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污蔑我岳母啊？啊，她要是有拆迁款，她早给我了，哪会像你这样揣嘴都是这么自私？我告诉你，你连她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！你打我，妈，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呀！我打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打你打少了，才把你养成这么不要脸的白眼狼。你爸走得早，
我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你拉扯大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我晚上回去还要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辅导作业，这样的日子我可是整整坚持了20年。你长大了，你结婚，我就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你买房子。后来你小两口有了孩子，我就把我的养老金给你，替你还房贷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从小到大，你有对我说一句妈，你辛苦？你没有，你只知道伸手找我要钱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年打的什么算盘吗？但是我没想到，200平的大房子，你就让我住2平方的保姆房，还让我省吃俭用的给你们俩还房贷。别说了妈，我养条狗还知道给我看家的，我养了你这个白眼狼就知道吸我的血。不是我，这个白眼狼居然干了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事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我儿子要是这样，我非扒了他皮不可！都他妈给我闭嘴！妈，您不觉得您这副挟恩图报的嘴脸很自私吗？啊，我岳母她从来就不会提她为我们付出了什么，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您再没几年就死了，2腿一蹬没了之后，这拆迁款不还是我的吗？您何必呢？现在早给我不是一样的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养了你这么一个丧良心的儿子。阿尚，你妈吃软不吃硬，现在拆迁款在她手里，你得求她，否则我们就完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先忍着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帮我这一次吧。我不想坐牢，您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我坐牢吧，妈，求求您了。是啊，妈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以前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，以后我们给你养老。哎，亲家母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你总不可能真的看着阿胜不管吧？是。快帮爸爸求求奶奶啊！奶奶，安安，奶奶，你快点付钱吧！爸爸说了，你的钱不花白不花。哎，妈，童言无忌，小孩子胡说的，您别当真。这就是我的好儿子教出来的好孙子。您今天要是走了，我就永远都不认你这个妈！像你这样的儿子，我不要也罢。妈！哎，姓陆的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你要赔钱，要报警了。大不了我借网贷赔给你就是了。这可是60万，赔了你妈的养老钱，我们连生活费都不够用，哪来的钱还网贷啊？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她也能真不要我啊？她不过就是借机敲打我罢了。等下次我让她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。妈，等我毕了业挣了钱，我就带你去城里享福啊！好。您今天要是走了，我就永远都不认您这个妈！福，我是想不到了。我岳母值得拥有最好的，某些自私的人一辈子都背不上这么好的包。我出钱出力，换来的是他们无尽的剥削，而他们却用我的钱演着一场孝顺大戏。好。喂，是银行吗？帮我取消养老金卡上的所有扣款项目，并移除顾明生的消费权限。限你1个月之内把这2年给你岳母买礼物的10万块钱还我，否则我会去法院正式起诉你。怎么办呀，阿胜？你妈不仅不给我们拆迁款，还把养老金卡给停了。
你看这水电、油费、安安学费，还有日常开销，我们俩工资加起来根本不够用，更别说还有60万我都要还。他昨晚还让我们把给妈买包的10万块还给他，这不是想逼死我们吗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喂，妈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我不就是想要点拆迁款换个新房子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？现在白白浪费了60万，你还把卡给我停了！赶紧的，把你养老金还给我。什么叫还给你？你别忘了，那是我的养老金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养老金就像变成了他们的钱。妈，你这个月养老金怎么还没打给我呀？我生活开销都快兜不住了，甚至自己想买个药都要被问责。妈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啊？这种医保报不了的药你就别吃了，省点钱嘛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钱是1分都不会给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妈，阿胜，不是妈怪你，钱的事你总得解决吧？我倒是没关系，但我们家瑶瑶跟安安总不能跟你吃苦吧？妈，您别担心，这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仇呀？您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把钱拿回来啊！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爸爸，今天我阿姨怎么不来做饭呢？王阿姨家里有点事儿，这2天可能都不会来了。外卖也是一样的啊，快吃吧。上一世为了省钱给儿子买房还贷，每天只能去捡别人卖剩下的菜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我得了胃癌，最后还被丢到了乱葬岗。这一世我要好好照顾好我自己。你来啦？这才像过日子的嘛。我给你拿上碗筷。我吃过啦。来，坐。我来是找你一起报名鼎盛集团举办的戏曲大赛的。戏曲大赛？我这都20多年没开过嗓了，我怕拖你们后腿儿。怎么会？你以前可是我们队里最有天赋的，要不是为了你儿子。总之啊，你相信我，有你在啊，我们一定能拿第1。行，那我试试。好，来，快吃，来。那多开心啊！真的？明姐、赵姐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哎呀，小芳，咱们20年没见了吧？没想到这次还能和你一起参赛，太好了，秀芳，你回来了，那咱们一定能拿第1啊！是啊。不过你儿子这次不会又把你叫走吧？什么？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让我给他看孩子去，这比赛我就没法参加了。不行啊，这比赛没你不行啊！哎呦，实在抱歉，我走了。放心吧，这次谁都不会把我叫走的。没想到这次参赛选手水平还挺高，奇怪，这个人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没事，是我太入神了，我洗洗就好了，去忙你的吧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小伙子，你这受伤了？
跟我来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太粗心了，这万一破伤风了，可就坏事儿了。阿姨，你平时就带这些出门啊？我儿子调皮，他总是摔跤，所以我带着带着就习惯了。阿姨，你以前是不是住在那个东街堂口那边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小朋友，来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不怕，阿姨给你包扎。好啦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没有家长来接你吗？没有。没事儿，阿姨陪你等。来，宝贝。哦，是你呀！我记得当时等你爸爸等了好久，他才来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又忙着创业。从小到大，你是唯一一个会细心给我包扎的人。对了，秦爷，你现在还是单身吧？是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？比如说我爸。啊？我是帮秀芳答应的，啥时候安排见面啊？不是，月姐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怎么就见面了呢？哎呀，秀芳，你不知道，小宋总他爸可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全国首富。你要是跟他结婚，你下半辈子啊就等着享福吧。首富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工，不合适不合适。怎么会不合适呢？你看秦爷，你人形象又好，人又善良，然后又会照顾人，细肠的又好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最优秀的。我还怕你看不上我爸呢。秀芳啊，其实钱不钱的也没关系，我是真心觉得你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幸福。自己的幸福？哎呀，算了，小宋，你看我现在一大把年纪了，再找对象太晚了。哪里晚了，秦爷？任何年纪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！你现在这个年龄，正是跟我爸相亲的好时候。是啊，秀芳，你这个年纪啊，刚刚好。老房子着火，不要太旺。你说什么呢，月姐？小宋总啊，这是你秦姨的微信，你赶紧回去问问你爸。哎呀，别呀！你秦姨这边啊，就交给我了。好嘞，谢谢张姨啊，秦爷，你就等我消息吧，我这就回去跟我爸说这个事儿啊。哎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小宋。恭喜你啊，秀芳，马上开启你人生的第二春啦！对呀，你都单身20多年了，也该找个老伴儿。你们别瞎说，我说怎么不肯给我钱呢？原来是找男人啊！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我说怎么不肯把拆迁款给我呢？原来是要给野男人花呀！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这拆迁款本来就是秀芳的。他找不找男人，跟你没半点关系。哎，这么多人，刚好可以让你妈下不来台，逼她把钱交出来。还是你聪明。各位阿姨，你们呀，别被他给骗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妈她答应了给我买房子，结果去了那售楼部，她反悔了，她不给钱，害我借了60万的网贷去付那个违约金，而且我们为了省钱。我儿子安安吃外卖住进了医院，他却跑过来跳舞。哎，你们评评理，那拆迁款他该不该还给我？你住口！秀芳不给你们钱，那是你们活该。需要他了，就让他过去给你们当保姆；不需要了，立马一脚踹开。这么多年凝聚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不是的，安安现在就躺在医院里，不信各位阿姨可以去看看呀。那一定是你们自己没有照顾好。秀芳的为人，我们比你清楚。你小时候生病发高烧，秀芳急得饭也吃不下，连夜把你带到省城大医院去看病。你但凡有半点良心，都不应该和你妈这样说话。就是，现在长大了，
天天就知道找你妈要钱，也不说带你妈去享福，一天到晚就惦记你妈的拆迁款。你这种白眼狼、窝囊废，赶紧给我们出去，不要脏了我们的地方！出去！公道自在人心。我秦秀芳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你，也对得起我自己。你在这造谣，无非就是白费力气。赶紧走吧！好，你就好好联合这些老东西一起欺负你儿子啊！知道我干嘛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刚刚你们对我的侮辱，我全都给录下来了。我要把你对我的迫害和刚才这个视频全都发到网上去，我网暴你们！黑心母亲伙同缺德老人残害善良儿子。等着吧，马上你们就会被疯狂的网暴的。真发了？妈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拆迁款还给我，否则你和你些老姊妹们可都得遭殃。没想到你能无耻到这种程度！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跟你张姨没有任何关系，赶紧把那删了，听见没？行，要删行，把钱给我。你不如我来念念网友们的评论吧。怎么了，瑶瑶？念呀！原来真相是这样，差点被这个白眼狼儿子给骗了。这种废物儿子，一把年纪了还啃老，简直是畜生都不如。你以为只有你们会用手机吗？姐妹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水军。你们，我们鲜红的姐妹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妈的，你们这帮老不死的！姐妹们，拿起家伙事来，把这个逆子给我打出去！秦秀芳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！别吵！秀芳，放手了！这种不孝子啊，就该好好教训教训。秀芳啊，我看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本来想着老死不相往来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麻烦，我就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明天就把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挂到网上卖。爸，我给你发的相亲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回我？那些相亲的人看中的都是爸的钱，不见。哎，爸，你放心，这次给你介绍那个秦呀，绝对不是这种人。他呀，好了，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你赶紧出去。你要是不答应我去跟秦毅相亲，我就天天来烦你，烦死你！哎，这臭小子，皮肤痒是吧？小韩，我上次让你查的房产中心的女同志查的怎么样了？秀芳啊，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，每年都给我们院里捐钱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只是这次的数额太大了，我不能接受。院长阿姨，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得知恩图报。你放心，我把养老和医疗的钱全部留出来了，剩下的我也花不完，不如帮助院里的孩子们。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你把房子卖了，你儿子他们一家以后怎么办呢？那是他自己的事儿。干家务原来这么累，以前妈干这些活的时候真没觉得呀。黄大又来催债了，你用新贷还旧贷，已经借了5家了。你妈再不给钱，我们真的要喝西北风了。妈就我这一个儿子，那钱他不给我还能给谁啊？他肯定就是想考验考验我。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吧？总得想个对策吧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把这个房子先卖了，租房住。等我妈松了口，咱们直接买新房啊！哎，两位有人请。王经理，啊，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啊？当然是业主给的。我们什么时候给过你钥匙啊？谁说你们是业主啊？这房产证上写的清清楚楚，
业主是你妈邢女士。我现在要带我的客户看房了，你们尽量。来，两位，王经理，王经理啊，王经理，你快给你妈打电话！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把房子给我卖了？那是我自己掏钱买的，我想卖就卖了。而且我已经跟孙院长商量好了，卖房子的钱全部捐给孤儿院，你1分都别想拿。啊！妈，你真是个疯子！没错，我是疯了。哦，之前说的10万块钱，你赶紧还给我啊，否则我会更疯。不是，妈，你这是……完了，我妈把我电话拉黑了，还说要把拆迁款和这卖房钱全都捐给孤儿院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肯定会给你钱吗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看来你妈这次是要来真的了。阿胜、瑶瑶啊，我们赶紧去孤儿院，我们就这样说。你妈听了肯定会把钱给你，原谅你。还是岳母你有办法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孤儿院啊！走走。宋总查到了，她叫秦秀芳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结婚后的3年，她的丈夫去世了，是她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顾明生养大成人，还被称为模范妈妈。她不仅每个月向孤儿院捐钱，还跟您一样，经常去做义工呢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估计又去孤儿院帮忙去了吧。走，备车，快！宋总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喂，爸，孤儿院电路坏了，你找工人修一下不就行了？何必自己每年跑一趟？你懂什么？电路安全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孩子们，我必须每年定期亲自检查，我才放心。哎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给你提的那个相亲对象资料我发你了，你一定要记得看啊！算我求你了。哎，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爸想找一个顾家善良的对象，最好啊，能和爸一起来孤儿院做做公益的。行了，爸还有事情，挂了啊。哎。谢谢。哟，宋师傅来了。哎，秀芳，这就是专门给我们维修的宋师傅。啊，这是秀芳。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秀芳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宋师傅，你好。说来也巧，你俩在我们院里啊，都几十年了，还没碰过面。好好好，我们信任孩子们啊。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气相近，习相远，肉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。宋师傅，你这衣服都破了，脱下来我给你缝一缝吧。没事儿，我会缝，脱下来吧。那麻烦你了。自从怀瑾妈妈难产去世后，再也没有人给我缝过衣服了。好了，穿上吧。哎，谢谢啊，你缝的真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给孩子们做饭去了。快穿上，别感冒了。好。孙师傅，你也辛苦一天了，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吧。好。吃饭吧。哇，秀芳同志，真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！哪有，这些都是一些家常便饭啊。要是我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家常菜就好了。啊，我的来。来，孩子们快吃来。菜来啦！哎，我来。
齐阿姨，你的脸怎么红啦？我哪有？别瞎说，快坐吃饭吧。来，孩子们，快吃吧。小芳同志，我听孙院长说，你一个人带孩子，怎么不想着找个对象呢？以前不找是担心重组家庭，儿子受委屈，怕他觉得我给他爱变少了。后来日子久了，慢慢就习惯一个人了，也就不找了。Yes， 我有机会了。怎么了？没，我想着你一个单亲妈妈带大孩子也不容易，那你儿子应该很孝顺吧？我儿子好啊，好啊，都在孤儿院找姘头了啊！这个野男是谁？说。妈，你坑了我60万，还让我遭受了网暴，现在还要把我的房子拿回去，你千方百计想要逼死我，就是为了在外面找这个野男人！你住口！你的下场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跟宋师傅是清清白白的，如果你再冥顽不灵、执意污蔑我的话，我不害怕给你点教训看看。你在干嘛？你赶紧说点好话，求求你嘛，否则我们全家就要流落街头了。情绪一上头就给忘了。妈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口不择言，我乱说话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要那10万块钱，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我好好对你，我跟瑶瑶好好给你养老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是知道错了，还是说你怕了？妈，我们是亲母子，我这身体里流的可都是你的血呀！从小到大，您既当爹又当妈，供我吃，供我穿，给我买车买房，给我操持婚事，这一切我都在心里记着呢。妈妈辛苦了，吃鸡腿。妈妈和阿胜一起吃。我就是这张嘴笨，我不会说话。妈，实话跟您说吧，家里现在已经没有钱供安安上学了。要是您再把房子收回去，安安就真的要流落街头了呀，妈。奶奶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不是故意说要还以前的，我不想没学上。啊，别怕，奶奶不生气。妈，以前忽视了你的感受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认。但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是啊，亲家母，我们大人吃点苦没什么，可是孩子不能不上学啊。妈，您就看在安安的面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求您了。老爷来喽！嘿嘿，啊，别怕，奶奶保护你啊！奶奶，你别把房子卖掉好不好？安安还想和奶奶一起玩游戏呢。爸爸，我这里说了眼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游乐园？妈，小孩子乱说话，你不会当真的对吧？对，小孩子乱说的。哎妈，您要是觉得这个给我拆迁款，我们会不孝顺您，没关系，咱俩可以签个协议，只要您把拆迁款和房子还给我，我和瑶瑶一定好好给您养老。妈，你也别怪我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反正也活不了几年，这病看不看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用，我已经买了养老和医疗保险，等我年纪大了，我就会跟你张姨一起搭伙过日子，就不劳烦你们小两口给我养老。什么？那张姨哪能跟我比呀？我是您亲儿子呀，我一定比她照顾得好啊。你是让我继续回去没日没夜的给你照顾孩子，还是说每个月只给我500块钱的生活费，让我住着2平米的棺材房，提前体验死人生活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对我好？妈，我都低声下气的求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差不多行了，你信不信我让安安不认你了？怎么，这就演不下去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想用安安来博取我的同情心，让我把房子给你？我告诉你，
你做梦！我就算是给街上的乞丐，都不会留给你的。你个臭维修工，你敢对老子动手啊！你说话放尊重点，这是宋师傅。宋师傅，我看是老相好啊！你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外面找姘头，不把钱给你亲儿子，你在外面养野男人，我都替你丢人啊！你住口！你说我可以，但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妈妈。她为了你，倾注了所有的心血，而你呢，只会偏心你的丈母娘，吸你妈妈的血。你妈妈不把房子给你，那是完全正确。你就是一只喂不饱的蚂蟥。老东西，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啊？我没事，你干什么？是，哟，鼎盛集团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鼎盛集团的项目经理，我劝你赶紧把我妈给你花的钱还给我啊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项目经理很厉害吗？也是，你一个底层的维修工，哪知道我们项目经理的厉害啊？我手底下有100人的团队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丢了饭碗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数3个数，3个数之后，3、2。顾林胜，你别太过分。不用说了，等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要跪下的就是你了。妈，你真是好眼光，找了个爱说大话的疯男人。怎么，你以为你是鼎盛集团的宋董事长？这是你今天唯一说对的一句话。我就是鼎盛集团董事长宋志兴。住手！孤儿院不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。院长阿姨，孙院长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妈要是不把房子和拆迁款给我，你们孤儿院以后别想有一天好日子过。你们放心，我们是不会伤了孩子们的，但是可能一不小心就在地上撒点钉子什么的。你们也是有孩子的人，怎么做事情这么歹毒？我他妈都活不下去了，我管你歹毒不歹毒呢！一句话，钱和房子给还是不给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你妈签署的捐赠协议已经生效了，你就是再捞也得不到什么东西，赶紧走吧。什么？老东西，把老子钱还给我！这是小宋总的联系方式，你要是再耍混的话，我不介意你丢掉工作。好你金金花啊！你联合起来外人欺负你儿子，你还是不是我妈？你倒提醒了我，把这个签了吧。暂亲协议，暂亲协议。对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是你妈，你也不是我儿子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干。妈，你真够绝情的啊！你为了钱和房子，你不要你养了30年的儿子了是吗？看来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。错？我哪有错呀？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保安，把这一家子轰走！是啊，金峰，我告诉你，这协议我是不会签的，这钱我一定要拿回来，你别想甩掉我，妈！院长阿姨，宋师傅，对不起，今天差点连累你们。你这就见外了。我看着你长大，在我心里呀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。我的闺女遇到麻烦了，当妈的就该保护她呀。院长妈妈，秀芳同志，像你这么善良又热心肠的人，我能为你说2句话是我的荣幸。
其实上次在房产中心我们就见过面了。房产中心？哎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哎，宋师傅，要不咱们俩加个微信，等孤儿院有什么事儿，咱们随时联系。行，来。断了这个腻子也好，清静。但愿他别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出来。家人们，我妈把我的房子跟拆迁款全给了糟老头子，让我们一家人流落街头，还说要跟我断亲呢。弟妹，你倒贴老头我不管，但阿胜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这么做未免太没人性了吧？是啊，嫂子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怎么能为了野男人把自己亲生儿子赶走呢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说，我妈是不是六亲不认，是不是丧良心？我六亲不认，我丧良心。秀芳啊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，多辛苦，不如啊，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。你看你还年轻，装黄花大闺女，没人敢怀疑，说不定到时候啊，还能找一个头婚的小伙子呢。不行，再苦我也把阿胜带在我身边。我苦了大半辈子，把他拉扯大，如今反倒成仇人了，真是讽刺。顾明胜在外面欠了一大屁股债，你们是一家人，那你们帮他还了呗。二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是你们家事，我们就是随便提点意见。就是你们自家的债，可别扯到咱们头上。姐妹们，重磅消息！3天后的戏曲大赛，获胜队伍将安排全国巡回演出。巡回演出，这可是我几十年的梦想。这次比赛，我一定要赢。我说这小老头怎么死活不肯救相亲啊？原来早就和秦姨聊上了。王妈，准备2名香槟。好的，少爷。少爷，你要的酒。今天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吗？哎呀，有些人呀，嘴上说着不要，我不去相亲，实际上动作比谁都快，连秦姨的微信都加上了。什么秦姨？你给我推的那个人，我压根都没点开看。什么？秦姨就是秀芳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你还记得当年我走丢了吗？就是秦姨看着我，等你回来接我的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我就说嘛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怎么就这么眼熟呢？别急，我给秦姨发个微信，看她愿不愿意接你吧。哎，当家，怎么了？我当时是以维修工的身份认识的他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他我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一来以他的个性可能会抗拒，二来我怕他觉得我不真诚。哎呀，还是以后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说吧。说的也是，先培养培养感情吧，等他喜欢上你了，就不会嫌弃你是首富了。哎，对了吧，秦姨3天后有一个戏曲比赛，你正好可以继续装成维修工去看看。好，这个好。随便看，不错。咱们这房子啊，当天签约。干什么呢你们啊？这是我家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这房子你妈已经授权卖了，你这样强行霸占那是违法的。我不管，这就是我的房子，滚！姓顾的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申请手续，到时候你们不搬也得搬。好，滚！你。
你说你妈要跟你退亲，现在钱跟房子都没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。你闯的祸，你现在赶紧想办法。妈，想，我现在就想。有了，那你们看，我们公司3天后举办戏曲大赛，获胜者不仅能得到丰厚奖励，而且还能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。到时候不仅提供住房，还有全国巡演的机会呢。你是说你妈参加的那个？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到时候咱妈只要得了奖，那不是钱和房子咱们都有了。我也没学过呀，怎么比得过他们呀？哎呀，放心吧妈，这次的评委是我师傅，只要我在设备上稍微动那么一点小手脚，能赢了我妈，那不是手到擒来了？他们怎么也来了？妈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赢？下面有请李红梅女士登台表演。唱的啥啊？这是不是跑调了？这也能来比赛吗？谢谢大家。下面有请夕阳红戏剧团带来《天仙配》。这次的主唱阿姨颜值好高啊，我怎么以前从未见过？是啊，真是太有气质了，跟明星似的。树上的鸟评委老师，我申请更换话筒。拉不出屎，别怪毛发，能力不行就早点下去，没地儿丢人现眼。你耳朵聋了吗？没听到话筒坏了？安静！主办方话筒只有一只，无法更换。这怎么可能？鼎盛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怎么可能没有备用话筒？就是一个话筒而已。我说没有就没有啊！这附近也没有设备店，就算网购也来不及送呢。哎呀，这没了话筒，评委可就听不到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输了。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安静！是本次大赛的评委，我宣布，夕阳红戏剧团。谁说话筒没了？来，事情这支。宋师傅，赶紧送一个最顶级的话筒到演出厅，要万人演唱会级别的，快！加油！哪来的维修工，又坏了我发好事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颜。谢谢大家。我宣布，夕阳红戏剧团犯规，取消本次比赛资格。哪里犯规了？没有犯规啊！他们用的设备不是我们主办方提供的。比赛规则里也没说不能用外部设备啊，是因为你们东西坏了，我们才换的。这个规则是我刚定的。我不接受！什么？你家的？
你凭什么随随便便的就更改比赛规则？就凭我是评委，在这里我就是天，我命令你们全部离开这里。我们姐妹们排练了2个多月，你说犯规就犯规，我们不接受。没错，不接受。保安，快把这帮老家伙给我轰出去！你不能这样。等比赛结束后，我们要房有房，要钱有钱，而你这个妈会像狗一样被赶出去，还真是有趣呢。让他不听我的话，这次谁先来了都救不了他。住手！鼎盛集团的比赛一向公开公正，这几位老师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你故意判人犯规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当是哪个正义判官？原来是你这个臭修理工！你工号多少？我现在就给你们领导打电话，叫你领导开除你。001什么？001？我看你这个修理工最该修的是你的脑子吧？你不知道001是我们鼎盛集团的董事长吗？现在就把你拍下来，让你知道在我前面说大话的下场。咚！哎呀，我说看你那么眼熟呢，原来是你这个臭修理工啊！你在这不仅帮着我妈隐瞒她的罪行，你还在这胡搅蛮缠。住口！明明是我们主办方的话筒坏了才换你，这叫随机应变。而且人家唱的这么好，就算是没有话筒，也是实至名归的第1名，哪像你们家这个死老太婆唱戏跟哭丧一样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死在我们公司了呢，还不赶快给人道歉！师傅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别叫我师傅，道歉！对不起。我们在话筒里发现了遥控破坏装置，监控拍到的就是他。啊，不是，比赛作弊，恶意伤害设备，共计罚款5万元。来人，把这一家子拖到财务部交钱。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哎，跟我没关系，我真没钱，我没钱。不是那这样处理您满意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去基层，从头做起。谢谢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。这比赛结果什么时候公布啊？我立刻就向外界公布，这次大赛的优胜者是夕阳红戏曲团。我们赢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巡演去了。多亏了有你，宋师傅，谢谢你啊！举手之劳不值一提。秀芳，行啊，在哪儿找的？卖相不错啊！走，咱们庆祝去，给人家留点空间，说悄话。走，月姐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宋师傅，谢谢你啊。不过我挺奇怪的，怎么那个人那么怕你呢？我就很奇怪，他好像挺怕你的。小宋总，是这样的，评委呢看到小宋总，他就害怕了，他就不敢再作恶多端了，是吧，小宋总？啊？秦爷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弄虚作假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怀姐。还好宋师傅不是董事长，不然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了。恭喜秦姨夺得桂冠，奖金啊，一会儿就会打到阿姨们的卡上。真的？哎，对了，那天我们公司有一个周年晚宴，我想邀请你一起。太好了，我一定去。儿子，
那个，你帮爸参谋参谋，你说你秀芳阿姨能喜欢这块吗？你是要在晚宴上求婚？可以啊，爸，出息了，我觉得行。行啊，好，那就他了。情况看上去不错，不过秦姨这么优秀，万一看不上我爸，不如我先帮他准备点彩礼，刷点好感。喂，所长，秦姨的儿子是不是在我们公司任职项目经理啊？是的，小宋总。你帮我办件事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费了那么大劲，不仅没捞到1分钱，还被罚了5万块。哎，你说话呀！算了，瑶瑶，他妈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个窝囊废。我们还是赶紧带着安安收拾东西走吧。哎，不是啊，妈，你别走，我能想到我有办法的啊，我一定有办法。什么？好，我一定去，我一定去。瑶瑶，妈，我们发达了，我们发达了！公司不仅给我升职加薪，还给我一次性发了100万的奖金，而且公司还把这套房子买下来要送给我们。你没骗我们吧？哎呀，那看，整整100万！那公司怎么突然奖励你这么多东西啊？当然是因为我个人能力强了，而且小宋总还说了，要带咱们一家子去参加公司的年度晚宴，到时候咱们一家就都是人上人了。哎呦，这么高档的晚宴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参加，真是托了好女婿的福。上次那个钱灰被贬到了基层，一定是小宋总知道我被欺负了，所以帮我教训我的。老公，你真厉害！那不是我妈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亲家母，你偷偷混进晚宴，怎么也不给我们打声招呼？我是收到邀请，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染上说大话的毛病了？今天这儿可是鼎盛集团最高端的晚宴，名流齐聚，你一个半截身子都入了土的退休老太，谁会瞎了眼把你邀请来呀？跟你没关系。站住！妈，忘了告诉你，债我已经还完了，房子我也要回来了，而且我现在是鼎盛集团华东区域的副总，这一票现在都归我管。那你们想说什么？我们想说什么？从你拿到拆迁款开始，你就一直针对我们全家，还差点害得我们全家流落街头。你觉得这笔账我们就能这么算了吗？你们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跪下，给我和我妈当众道歉。这么多人呢，她毕竟是我妈，你要我还是要你妈？对，必须跪下，给我岳母磕头认错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让我跪下，你就不怕折寿吗？你就打我！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老家伙抓起来！放开我！秀芳会答应我吗？什么？秀芳被人抓起来了！快，赶紧去晚宴！哎，大家都来看啊！这个人就是我妈，在我穷的时候霸占我的拆迁款，抢我的房子，还差点害得我们全家流落街头。现在我事业有成，她闻着味儿就来了。
真是不要脸呀！而且还故意骗我们买房，结果签完合同他就跑了，害我们白白赔了60万违约金。你们说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都是因为他，我们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，我的乖孙还因为吃了便宜外卖中毒进了医院，都是被他给害的。没想到顾总的妈妈居然是这种没良心的东西，简直是人面兽心。老东西，赶紧进棺材吧，省得这活在这世上害人。看到没？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还不快跪下！妈，我劝你赶紧跪下给我岳母磕头认错，否则瑶瑶生起气来，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。像这种蛇蝎心肠的毒妇，必须下跪道歉！下跪！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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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想让我给你跪下，不可能！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是我的棍子硬。是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你们敢动他试试？起开！哎，你，秀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又是你这个臭维修工！第一次是在孤儿院，第二次在那演出厅，第三次也要跑到这晚宴上来撒野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教训，你就不姓顾，我死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啊！疯了！我瞎了吗？赶紧的，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这个事儿跟老宋没有关系，你别牵连到他。老宋，你赶紧走，这里有我呢。放心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啊！那个臭维修工鼻子里插葱装什么蒜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1号员工，你是？我就是鼎盛集团董事长宋之行。我就是鼎盛集团董事长宋之行。听说宋总平时为人低调，从不露面，难道他真的是？老宋，你……哎，好啊！你个臭维修工啊！为了在我妈面前装大佬，你真是煞费苦心呀你！啊，连冒充宋董事长这样的蠢事你都能做得出来，我直接就把话放在这儿。你要是宋董事长，我就把我头割下来给你当抽屉。没错，你以为借了个西装就可以混进上流社会了吗？隔着10米都能闻到你身上的穷酸臭味。我就说呢，原来是装的。宋总怎么可能会为这种毒妇出头啊？他们马上要惨喽！小宋总啊，要是知道有人敢冒充他爸，一定会气得把这个老东西的嘴给撕了。老宋，你说你冒充谁不行，你非要冒充董事长。虽然说华姐跟咱交情不错，但是她未必能原谅你冒充他爸这事儿啊。现在知道怕了。也是，我女婿是鼎盛集团副总，捏死你就如同捏死2个蚂蚁一样简单。不过你们现在要是跪下求饶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让我女婿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还不赶紧跪下认错！你俩赶紧跪下吧，一会儿小宋总来了，想跪都来不及了。海松，那有个门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哎，你身为儿子，让自己的妈妈去跪别人，你真该天打雷劈！姐，屁话真多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竟然打！你敢打我妈！小宋总，是我，
我是您最新提拔的副总经理顾明生啊，是他们在这儿捣乱，我在替您教训他们呢。小宋总，没错，就是他，他混进我们晚宴骗吃骗喝，我们正要把他赶走，谁知道这个臭维修工突然冒出来捣乱，还冒充您的父亲。你们说他冒充我父亲？没有，老宋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一个底层的维修工，跟我提鞋都不配，还在这到处招摇撞骗。哼！还有这个秦秀芳，两人就是奸夫淫妇。小宋总，要我说，就该狠狠抽他们大嘴巴子，让他们好好长点记性。说得好，来人！完蛋！小宋总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们这群无知的废物！秦阿姨是我请来的人，你们刚刚说的臭修理工，就是我爸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那天还看见他在孤儿院维修电器，他怎么可能是宋董事长？所以那天评委之所以突然偏向秦秀芳，是因为他认出了宋董。如果他真的是宋董，我们刚才那样对他，完了，我们完了呀！就按他们说的办，狠狠地抽他们耳巴子，让他们好好长长记性。是，爸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！哎，饶了我吧！哎，我们错了。小宋总，这都是误会呀！我不知道他是您父亲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您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冒犯他呀。小宋总，您这么欣赏我，给我升职加薪，也是一定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的，对吗？秦姨这么优秀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废物？我给你升职，给你奖金，给你房子，甚至今天来让你参加这个晚宴，也只是因为你是秦姨的儿子。什么？然而我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，你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，所以我会把这所有的一切，通通收回来。传令下去，收回顾明生的100万奖金以及房产，罢黜其所有的任职，赶出公司。不要呀，小宋总，我在外面欠了60多万的贷款，我连房子也没了。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呀！这就是你对不起你妈当白眼狼的下场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无论大事小事都听你那个恶毒的媳妇儿，把你妈当佣人一样使唤。有什么好东西都全部拿给你那个绿茶岳母，脏活累活都全都让你妈一个人干。有了孩子就让你妈睡客厅给你带孩子，孩子要上学了，你又想换学区房，又想榨干你母亲的最后的养老金，你还是人吗你？说你是畜生，都是抬举你了。原来他之前一直在颠倒黑白，他才是那个白眼狼。你妈妈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只想着吸你妈妈的血，甚至让你妈妈下跪，真是个丧良心的东西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说句话吧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，妈。你忘了吗？我说过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妈，对不起，妈，我不该偏向岳母的，我不该不顾及你的感受，更不该让你下跪。我不是人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，妈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怕了。如果你妈妈没有钱，我不是董事长，那么你还会道歉吗？把他们一家子给我赶出去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妈，就算你不考虑我，你也得想安安吧。安安才6岁呀，妈！我要是没了钱，没了工作，没了房子，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呀，妈！对呀，妈，你是他奶奶，能不能看在安安的面子上，帮我们说几句话呀？亲家母，刚才都是我不好，可是安安是无辜的呀，你也不可能看着他被同学嘲笑，被同学看不起吧？每次你们都拿安安当挡箭牌，我都听腻了。放心吧，安安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妈，你要是这么对我，这么对安安，妈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死了，你还有脸见我爸爸啊？
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，我错在你爸走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养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如果你爸在天看的话，他也会支持我的。王菊菊，妈！以后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不，你还有我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漫长。秀芳，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但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你饿了，我可以给你做饭吃；你要是累了，可以依靠我的肩膀。往后余生，能不能由我来照顾你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这是我专门找大师求的平安符，咱们一家3口1人1个。来，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，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啊，哎，老宋，我这都2婚了，别浪费钱再买婚纱了。那怎么能是浪费钱呢？在我这里，我只觉得我做的不够多，不够好。没事儿，只要你喜欢，选吧，啊！好漂亮啊！住手！你们2个乡巴佬买得起吗？就上手乱摸！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起？哼，我们店可是鼎盛集团旗下最高档的婚纱店，这里随便一件婚纱都值大几十万了。你们2个土鳖，怕是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赶快给我出去！我们看看也不行吗？看也不行，看也有罪，给我出去！经理，我记得小宋总说过，我们门店是对所有人都开放，谁都能看。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啊？来，刷卡，算你的业绩。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这2个穷鬼说的话，你也信？也不知道从哪里捡的卡，都敢随便刷。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可得好好给我担着。刷。我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谁的卡？店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他们2个老骗子，赶快报警，把他们抓起来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。董事长？怎么可能？刚才他的卡还发出警报呢！蠢材，这是我们集团顶级 VIP 至尊卡触发的提示音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吧。我们集团最不需要的就是你这种拜高踩低的势利眼。你被解雇了，你以后就是这家店的经理，好好干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董事长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还不快滚出去！董事长，小韩，把全市最好最贵的首饰统统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夫人，这些都是由董事长亲自为您挑选的。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！我努力半辈子，不就是为了我的夫人以后更好的生活条件吗？来，快挑挑选选，搭配婚纱试试看。
哎，王经理，叫谁？这下没法赖着不走了吧？哎呀，王经理，钱啊，全都没了，就连安安的抚养权都被你妈抢走了，你真是个废物！凭什么她邢秀芳那么大年龄还能嫁入豪门，而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？说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哎，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先待着。到了没啊？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你们别看这地方简陋，但它夏暖冬凉，关键是不要钱，咱们可以一直住下去，直到我爸松口把钱都给我们，就一切都解决了。有老鼠，有老鼠！别怕，就1、2只。小时候我妈带我住过这儿，熟得很。你还想让我们住这儿？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别人的女婿都是住豪宅、开豪车，而你呢，只剩下一屁股债。我不活了，干脆……妈，你别担心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我给你妈买了份意外险。意外险？没错，只要你妈出了意外，我们不仅可以拿到200万的赔偿款，就连她的房子也都是我们的了。你是说要我妈的命？这怎么行啊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亲妈，再过分我也不能要她的命啊！你把她当亲妈，她把你当亲儿子了吗？你忘了她给你断亲，而且她现在还有宋怀瑾那个便宜儿子，她能看上你？是啊，阿生，你妈的命是命，我和我妈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她现在想逼死我们不是作恶，是为了求生呢。你别犹豫了，阿生，这都是他逼我，这一切都是被他抢走的，要不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我想最后再劝一次我妈，要是她还不听我的，就按你们说的做。对不起，建国，我没有教好阿胜。慈母多败儿，你走之后，我生怕给阿胜的爱不够，我就事事顺着他，依着他，尽全力给他最好的生活，以至于他觉得我所有的一切理所应当的都属于他的。说到底，我这个当妈的也有一半的责任。喂，妈，我有事儿想跟你当面说。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，挂了。哎，等等，今天是爸的忌日，你能不能看在爸的面子上，再跟我见一面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天台，就是小时候在旁边晾衣服，我在旁边玩那个地方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妈，您还记得这晾衣坑吗？小时候您就在这上面晾衣服，我在旁边玩悠悠球，玩卡片。有一次我还不小心把悠悠球……够了！如果你叫我来就是扯这些没用的话，那恕不奉陪。妈，能不能让宋怀瑾把房子还给我，再给我几百万的生活费啊？张口就要几百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我都不让他给我工作了，给我点钱怎么了？而且宋家可是全国首富，他不差这点钱吗？妈，您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给宋怀瑾开口？我都替您想好了，您就说咱们家乡的习俗，二婚要188万的彩礼，加上5金车子什么的，凑一凑也够我花一阵子了。哎，你千方百计的把我骗过来，还是为了钱？我告诉你，我再说一次，钱1分钱都没有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妈，亲家母，妈，你看清楚了，这里只有我们4个人，识相的话赶紧把钱交出来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。陆瑶瑶，这些年你嫁到我们家，我自问没有让你受到半点委屈，我对你就像对亲闺女一样，而你呢，你跟着你这妈妈一起撺掇着我儿子问我要钱，
你的心就是铁做的吗？捂不热吗？别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我最后再叫你一次，妈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个不客气法。妈，嫂子求你了，陈钱款我不要了，只要您帮我把那网贷的60万还了，再把房子还给我，以后咱们俩一笔勾销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，行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的钱跟你没关系。妈，您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给我点怎么了啊？难道在您心里，那儿子我还不如钱重要吗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，我的儿子是怀瑾。什么？怀瑾？妈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！住手！把他们3个给我抓起来！哎，秀芳，你没事吧？你们3个混蛋，竟然想把秀芳给推下去！我今天一定饶不了你们！你们搞错了，宋董事长，我们都是闹着玩的啊！我们就是吓唬吓唬嘛，我怎么可能真把他弄死呀？吓唬吓唬，闹着玩的。你们今早特地给我妈买了一份意外保险，你们说是闹着玩的，你们骗鬼了！我想过你会找各种理由找我麻烦，问我要钱，可是没想到你居然为了钱要害死我！秀芳，这群混蛋，要不是我派人每天保护着秀芳，今天她就会死在你们手上了吧？来人，给我送去警局！这都是误会啊，宋总，我还那么年轻，我不能坐牢啊！亲家母，你就开开恩吧，我这把年纪不能死在牢里啊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给了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可你们呢？你们变本加厉的要吸我的血，还要害死我，你们就是一群畜生！那还不是都怪你？是你不愿意给我钱，我不下去了，我没办法了。要是你一早把钱给我们，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。带走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们。陈秀芳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啊！告诉你，你就是死了也没有亲儿子给你养老送终。我就算坐牢了，我也有我媳妇儿，有岳母陪着，我比你强。想坐牢你自己坐，别扯上我。小宋总，杀人骗保全都是郭明善的主意，真的跟我没关系啊！是啊，小宋总，我跟我女儿都是被他给逼的。你们要抓就抓一个人，我们俩都是无辜的呀。不是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不是你们俩教我这么做的吗？是你们说，你们才是我唯一的亲人呀！好好看看你这唯一的亲人对你做了些什么吧。自从你贷款60万之后，你的老婆就已经找上了其他男人。你的好岳母在你上天台之前就给你买好了保险。如果你今天把我妈推下去了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自己。杀了你们！我杀了你们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废物，还不许我找其他人吗？没用的窝囊废，活着也是浪费米饭，不如死了还能给我们留点遗产。2个不要脸的贱人，还想了我对你们这么好！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自己掏心掏肺对待的人，反过来伤害你最深是什么样的滋味？是，他们俩是坏，但我妈她也没见得有多好。她为了钱要把自己的亲儿子逼死，她只爱她自己，她只爱钱。住口！为了钱要把自己的亲儿子逼死，她只爱她自己，她只爱钱。住口！亏你跟妈在一起那么久，你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吗？哎，秀芳啊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，多辛苦，不如啊，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。你看你还年轻，装黄花大闺女，没人敢怀疑。不行，再苦我也把阿胜带在我身边。哎呦，你看
他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为了你连命都不要，你居然还敢说他贪财？不可能！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你们骗我的。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担心，不想让你自责。不是，他只想让你无忧无虑的活下去。我妈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是人。把他们3个送进监狱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妈。今天来的真甜。那就再来一块。不想吃了。最近天气干燥，再吃一块啊，最后一块。吃饱了。你好，修热水器的，我带你过去。我先去了。来。东西修好了，再见。等一下，辛苦了，小伙子。喝个水先走吧。不用，谢谢嘛，阿姨。妈，对不起，在监狱的这3年，我每一天都在忏悔。想起小时候，你总把面留给我自己喝汤。妈，来，没事，妈有这个。长大后，你又把城里的房子留给我，自己住在乡下。你拼尽全力托举我，为我付出，可我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。我想，我不配再当您的儿子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永远消失。愿您一家幸福快乐，顾命生。